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前阵子我岳母的剪发教学，大家非常的喜欢。那我今天呢，邀请我朋友的妈妈，也是分享中长发的剪发教学，还会教大家如何修刘海，包含脸型的修饰的鬓角该怎么剪。如果喜欢这类影片，记得帮我一个喜欢，只要越多的喜欢，我就会拍更多这样的题材给大家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影片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模特呢，是我朋友的妈妈。算阿姨吧，我要叫阿姨，姐姐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长度设计啊，会帮她把她的长度做修剪，修剪完之后再把轮廓做一点调整，包含刘海的部分。那今天就教大家3个步骤完成一款中长发的效果，而且是非常简单的。那我们先把头发简单的都先梳顺，把打结的地方都先梳顺，再来做剪发。该怎么做梳顺呢？我们可以先把头发放到后面。然后在剪发之前呢，拿出剪发梳，然后如果你怕他的头发很打结，你可以放在手上，这样轻轻的先带到手的位置。好，都梳下来之后呢，发尾一定会比较打结，你自己抓着，这样去梳，它就不容易拉扯到头皮，比较不会痛。这样快速的梳完，好，这样就梳顺了。梳顺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把模特转到正面，然后把头发从后面分2边，这样分过来，然后往前梳一下，头往前梳。因为刘海是短的，所以我今天会帮他设计一款比较短的刘海，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空气刘海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因为我们在做剪发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颧骨的高度。颧骨啊，亚洲人颧骨都会比较明显，两边的修饰一定要做出来。所以啊，在刘海修完之后呢，两侧的这种发际边缘的修饰度，我会教大家怎么做修饰。这边其实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啊，平常不管绑头发还是塞耳后，都可以有很好的修饰。所以这一块的修饰度啊，我会教大家比例该如何去抓。那我们在剪之前呢，我们先把须的长度先修掉。很多人会问我说，我们该从哪边做修剪呢？最好的判断方式就是你可以拿一支梳子，轻轻的从上面这样梳下来，梳到梳不动的位置，比如说这里就梳不下去了，表示它这边已经非常的打结，很纠结了。那我们就把下面这一段直接做修剪，修剪完我们再来修刘海轮廓跟层次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拿出我们的剪刀，然后在发尾处这里，我们可以先把剪发尾巾拉平整，然后先找到它最虚的位置，把坏的地方我们先修掉。修完之后，我们再把另外一边这样平的对过去，然后做连接的动作。好，两边剪完之后呢，我们回到正面，最好是有一片镜子，你可以看一下两边剪完有没有一样长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把头发直接放到后面。那你放到后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中间一定会比较长一点，因为我们把头发拨到前面的，所以它放到后面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就会自动的形成一个这样的 V 型。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有一点 V 型的效果，那这边就可以不用再继续下刀。但是像我今天要帮它设计的啊，是有一点圆弧度的低层次，所以我这边的时候啊，我把头发往中间做集中，集中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把后面这一块中间这里做一个平行的修剪，这样剪过去。好，那前面跟后面修完之后，接下来就侧边分一半的头发，从后颈部脖子这里分一半，往肩膀的位置拉过来。拉过来之后，你可以看到这两边的连接处中间是比较多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用点剪的技巧做修剪，然后剪一个这样的弧度，不要剪平的哦，剪平的它会太生硬，所以我们剪一个弧度。然后用点剪，那这样就完成了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另外一边呢，我们拉到肩膀的位置，手指头这样反的夹着，那你可以看到这边中间比较凸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剪刀做点剪，把比较凸的位置修掉。那一样是保留一个圆弧度的效果。
那这样它凸角就不见了。好，这边都完成了呢。我们刚刚做的是往前剪、往后剪跟往旁边。我们先来剪刘海跟两侧的修饰。刘海跟两侧修饰完成，最后就是往前的修饰轮廓。我们先把前面脸型修饰的位置先抓出来。梳下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先抓着耳朵前面这一区的头发，然后随着它脸际的轮廓去把这些发丝稍微拉下来。这边就是要做修饰的位置，像这个脸际轮廓有没有？我们把这个轮廓都拉下来，剩下的把它塞在耳朵后面。如果今天不想剪长度的，你可以直接从这里开始，刘海跟两侧的修剪。那我们先处理完这一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。我分的线呢，就是在脸际周围的头发，那它的厚度呢，大概就是半个手指的宽度而已。然后刘海这样就完成了。你怕这边分线掉下来，就拿这种小夹子，把头发耳朵后面这边先夹起来。那我们先来剪侧边这一区。空气刘海的重点啊，在顶部区这个三角形，它是薄薄的。然后我们抓在眼睛前面，然后做点剪。好，基础线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往旁边分一点点过来，然后往反方向拉过去，然后看到这边的基础线，对不对？直接做修剪，连接过来。那这样连接完的时候啊，你放回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刘海是有一点往旁边这样跑弧度过来的效果，它会修饰度会非常的好哦。然后到颧骨的位置很重要哦，分下来一样，分薄薄的一片。拉到另外一边鼻子的位置，直接由上往下做连接，然后它就会在颧骨的位置做修饰了。它这里刘海就会从前面，然后慢慢的弧形到两侧，修饰这个眼窝的位置，然后再来修饰到颧骨，然后再来下巴。那下巴长度怎么抓呢？我们直接鬓角放到下巴的位置，直接剪掉。剪掉之后，我们这边的长度还没连接，对不对？一样往前往中间带，这边比较短，下面比较长，把中间多余的长度做去除。好，这样一个侧面的刘海修饰啊，就完成了。这样的修饰度，其实在亚洲人的脸型上修饰效果是非常好的，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它这种很柔和的效果。那另外一边，我们用一样的手法去完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刘海修饰完了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整个修完之后啊，它轮廓啊两侧的修饰感会变得比较好，而且整个的修饰脸型看起来没有这样感觉是比较小的，只差别在于，因为它现在头发刚刚戴安全帽关系比较扁，然后这有点分线，这些接下来我再帮它做处理。然后刘海剪完了，长度剪完了，最后一个步骤我们就把层次再做修剪。层次该怎么做修剪呢？我们直接分两边，从耳朵后面这里分一条线下来，耳朵后面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抓到之后呢，我们往前梳45度，梳下来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比较长到比较短的位置，那我们直接做修剪，把这个长度去除，这样修剪掉，做一个深点剪的动作。然后像这样剪完之后放下来啊，你会看到它就会形成一个基本的内弯哦，从短到长，这样一个很柔和内弯的一个效果。从正面看的话，你会看到它前面的长度，这里就会比较短，然后这边就会比较长，它会形成一个这样的内弯，然后再搭上后面的长度，它这边的修饰感就不会那么重了，就会很轻盈的一个自然的内弯效果。那另外一边我再示范一次，分到耳朵后面，然后往前带一下，往前梳，往前带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多余的长度，那我们做一个深点剪的动作。好，放下来，你看到这边比较短，下面比较长，它的一个
轮廓线就出来了。这样一个中长发的修剪到这里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以上3个步骤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帮他做一个烫发的一个效果，因为头发比较扁塌，有一些是剪发没办法做到的事情，我们就运用烫发的技巧来完成。如果大家想了解烫发的教学，我再另外拍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。那等一下呢，我让大家看看这样剪完、烫完后的效果。那我们先帮他做一个快速的烫发。好，那我们造型已经完成了。那我先来说一下今天的剪发重点。我们剪发的话，先放到前面确定长度，把长度修掉，之后放到后面做修剪，然后再拉到两边的肩膀做去角的动作，都完成了，我们就把刘海跟轮廓这样修饰出来。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两侧的头发往前45度角去做修剪，它就可以制造出这种柔和的效果了。所以今天的造型剪发你学会了吗？好，那么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今天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。那如果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最后这边附上 IGFB，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